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最近在观察美线市场时，可能目光都集中在基准利率的起伏，或是联准会降息路径的博弈。但高盛发布的最新研报中，却揭露了一个正悄悄酝酿的抵押贷款证券化 MBS 供需大变局。这场变局不仅关系到美国房市的基石，更直接冲击到美债整体的流动性溢价。华瑞认为，如果你现在只盯着国债收益率看，很可能会错过这场正在不动产金融最底层发生的质变。这场变革正从最基础的技术供需面悄悄改写市场的投资逻辑。这场变革的火药味要从违约率的异常飙升说起。据高盛研究团队的最新观测， GNMA 的90天以上违约率在过去半年内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剧烈攀升，数据已经从半年前的不到 3%迅速飙升到了目前的 4%。 高盛认为，这在专业的 MBS 交易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信号，因为它代表底层房贷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正遭受高通膨与高利率的双重挤压，进而出现实质性的恶化。这种恶化不只反映在冰冷的报表数字上，更预示了后续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强制性资产买回潮。据高盛交易部门估算，如果不加干预，这种不自愿的预付率可能会在年底前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华瑞认为，这种现象会被迫吃掉发行商大量的现金储备，甚至造成许多中小规模的房贷发行机构出现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美债市场的流动性枯竭。据高盛分析师进一步深入指出，违约率飙升的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其实与2025年10月联邦住房管理局 FHA 修改的贷款重组计划有关。这项变动强制要求所有借款人在正式获得贷款修改前，必须先完成连续3个月的试点还款期。高盛认为，这项政策虽然在程序上是为了确保重组后的贷款具备更高质量，避免借款人再度违约，却在短期内造成了账面上违约率出现人为且大幅度的拉升。因为在长达3个月的试点期间内，这些贷款仍会被列入延迟还款的范畴。原本这会引发严重的合规危机，迫使银行必须动用大笔现金去买回那些账面违约的资产，这对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据高盛报告提到， GNMA 官方上周紧急宣布了一项新规，决定将处于试点计划的贷款暂时排除在合规违约率的计算之外，这等于是给了整个市场一个宝贵的喘息窗口。华瑞认为，这是一场针对市场流动性的及时雨，让原本即将引爆的强制性贷款买回压力被暂时延后。高盛研究团队也对此抱持谨慎态度，认为这项举措虽然缓解了短期压力，让发行商暂时避开了合规红线，但风险只是被人为延迟而非消失，潜在的买回风险并没有从根源上被消除。高盛认为，如果这批庞大的试点计划最后未能成功转化为正式的贷款修改，也就是借款人依然无法恢复正常的还款能力，那么市场在2026年底前仍将面临巨大的迟来的抛售挑战。这就像是把定时炸弹的计时器往后调拨了几个月，但炸药本身的威力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减少。投资人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觉。除了违约风险的隐忧之外，据高盛观测，市场的2大巨头房利美与房地美，其资产配置需求在3月出现了极端的极划分析。房利美单月大举买入了177亿美金的 MBS， 这不仅推高了其持有规模，更导致其存续期间缺口从 0.58 年几乎翻倍跳升到了 1.04 年，显示其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大增。相比之下，房地美却几乎处于完全停摆的状态，整个月仅仅购入了7亿美金。华瑞认为，这种采购节奏出现严重的南北极化，将直接影响美债市场在关键时刻的技术性支撑，让市场失去一个平时非常稳定的支柱。据高盛观测，房地美之所以在此时选择缩手，是因为他们预判未来需要保留更多的前火药，也就是预留足够的流动现金来应对每季高达30到40亿美金因借款人实际违约而产生的强制性回购需求。根据高盛团队的详细测算，这2大机构目前的剩余买入额度分别只剩下541亿以及635亿美金。如果现行的优先股购买协议 PSPA 上限不赶快往上调整，或者美国财政部不进行相关政策修正，今年原本预期的2000亿美金净买入目标极有可能因为额度耗尽而落空。
当这些房贷两巨头无法继续在市场充当最后买家时， MBS 市场的供需天平将朝着供给过剩的方向严重倾斜。华瑞认为，这会直接导致美债与 MBS 之间的利差进一步扩大，进而让所有持有相关资产标的的投资人成本显著上升，甚至在资金压力下引发技术性的抛售潮，这对于稳定美债利率极为不利。而在另类贷款市场方面，高盛报告也提到了针对翻修房地产的 RTL 住宅转型贷款。这种贷款虽然全年的发行量正冲向60亿美金，单今年前4个月发行金额就已经达到23亿美金，但在繁荣的数字背后阴影重重。高盛认为，这块看似火热的另类资产市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信用警讯，特别是2025年发行的 RTL 专案，其违约率攀升的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2024年。华瑞认为，这代表底层借款人对于房价持续上涨的宽容度正在随着高利率环境的长期化而迅速消失。一旦房价上涨带来的利润空间被利息支出缩减，这种快进快出的翻修模式就会面临崩溃。据高盛研究数据显示，特别是那些原始票面利率较高，或者是借款人信用评分低于700分的贷款，其违约表现更是显著偏高。在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以及乔治亚州等特定区域，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势已经开始趋缓，甚至部分次级地段出现微幅回落，导致这些区域的 RTL 贷款表现相对虚弱。据高盛统计，甚至有 10% 的贷款在发行1年后已经超过了原始到期日，却仍未结清，变成了一种流动性极差的僵尸资产。据高盛交易员的观察，市场对于这类非执行贷款支持的证券要求的回报率利差甚至高达 300%。华瑞认为，这显示专业机构对于底层资产的品质已经开始深感起疑，甚至市场已经开始预期未来会出现更多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完成翻修工程而倒账的法拍屋。另外，高盛也特别关注到了 Rocket 在并购 NationStar 之后的市场表现。原本市场普遍预计，在并购整合完成后，两者的贷款预付率会出现趋同现象，但实际数据却大爆冷门。数据显示，原 NationStar 的贷款预付速度仍比母公司 Rocket 慢了 10%。华瑞认为，这深刻说明了房贷服务商转移所带来的借款人行为惯性，远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更为持久且难以撼动。这种不确定性会让 MBS 的未来现金流预测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也让投资人在利用衍生性商品对冲风险时必须面临更高的精准度挑战，进而增加了市场整体的波动性。华瑞认为，从高盛这份数据极其详尽的研报来看，美债市场的风险点正从单纯的联准会利率预期转向更隐蔽、更底层的资产违约与机构配置额度危机。投资人必须密切监控 GNMA 的适用还款计划成效，这决定了违约率是否能真正出现实质性降温。同时，也要高度关注房地两巨头是否能争取到财政部更高的采购额度。如果 PSPA 上限没有及时得到修正，市场将会失去最重要的流动性缓冲垫，进而引发美债市场的二度冲击。在这些供需黑洞被彻底填补之前， MBS 的流动性溢价很难在短期内有效回落。保持现金资产的灵活性，并果断避开那些高票息、高违约风险的标的，将是2026年中期最重要的投资生存课题。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